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黑咖啡的5种黄金拍档。黑咖啡是不少人每天早上必备的提神饮料，但说到黑咖啡，许多人脑中浮现的第一印象就是又苦又涩，想起那股纯粹的苦韵，常让第一次尝试的人退避三舍。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仿佛把咖啡最原始的风味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你舌尖。有人爱极了那份芳香醇苦，视其为人间甘露，也有人皱着眉头直呼受不了，觉得简直像在喝中药。然而你知道吗？咖啡的苦味其实可以不用靠糖和奶去掩盖，我们还有别的巧妙办法。想象一下，清晨睁开惺忪睡眼，你迫不及待想喝杯咖啡提神，但又不想每次都加一堆糖和奶精，破坏黑咖啡本来的健康和风味。难道黑咖啡注定要么苦涩难喝，要么加料变成高热量饮品吗？当然不。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几样神奇的天然食材，它们可以和黑咖啡搭配，不仅让风味升级，更能带来额外的健康注意。这5种拍档各有来头，有的组合在古代早有引用传统，有的在现代被奉为咖啡界的神级搭配。尤其是第3种，很多内行咖啡迷都称之为神操作。究竟是哪5种黄金拍档？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揭晓。首先要介绍的是黑咖啡的第1种黄金拍档，海盐。没错，就是平常做菜用的盐巴，咖啡加盐。这听起来像恶作剧还是黑暗料理，让人半信半疑。心想咖啡加盐真的好喝吗？其实不然，只需极小的一撮盐，黑咖啡会出现令人惊喜的变化。为什么在咖啡里加盐能让味道更好喝呢？秘密就在味蕾和化学反应上。从科学角度说，当咖啡中的盐溶解后，钠离子会跑去跟我们舌头上的苦味受体结合，相当于占据了感受苦味的位置，使得苦味信号无法顺利传递到大脑。我们品尝到的就不再是刺舌的苦，而是咖啡本身潜藏的香醇甘甜。另外，盐味本身也能与其他味觉产生协同作用，让整体风味更加圆润。你有没有发现，许多甜点或饮料其实会加一点盐巴，例如焦糖布丁上撒盐花、海盐、焦糖糖浆等。那正是因为咸味能凸显甜香，使味道更迷人。同理，黑咖啡中一点盐也能凸显咖啡里暗藏的甘润韵味，而不只是一味的苦。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对苦味的敏感度因人而异，有大约1/4的人被称为超级肠胃者，他们舌头上苦味味蕾的密度特别高，因此像黑咖啡、深色叶菜这类苦味食物对他们而言异常难以下咽。如果你不巧是这种怕苦体质，那更要试试盐这招了。平时觉得黑咖啡苦得难以下咽的你，只要加一小撮盐，或许就能突然发现咖啡原来也有香甜柔顺的一面。这听起来像魔法，但背后其实是一点简单的科学知识在起作用。很多人第一次尝试咖啡加盐都半信半疑，结果一喝之下大感惊喜，甚至不禁脱口惊呼：天哪，竟然这么好喝！试想一个情景，在战时的远洋军舰上，水手们每天喝着浓黑但品质普通的咖啡，咖啡煮的酒又苦又涩，还带点海水的咸味。据说当年一些老练的水兵会往咖啡里丢上一小撮盐巴，结果发现苦味明显减轻，咖啡变得顺口多了。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中就流传着在咖啡里加盐的习惯，老水手们甚至认为这是舰上咖啡的标配。盐巴让劣质咖啡不再那么难喝，甚至据说还能补充长时间航行流汗失去的电解质。虽然我们现代人喝的咖啡品质远胜当年，但这招仍然有效。你只要在一杯黑咖啡里加上一小撮盐，真的是一小撮，2指捏起的分量就够，搅拌均匀，就能明显感到苦味降低，余味变得甘甜。特别是对于生焙、过度萃取而发苦的咖啡，效果更佳。许多曾被黑咖啡苦涩吓跑的人，加了盐后往往惊讶地发现咖啡的香气更凸显了，甚至还尝出了原本隐藏的甘醇。这一点科学上早有解释，原来盐中和苦味之后，我们的舌头更能感受到咖啡天然的甜香。更妙的是，透过在咖啡里加盐来改善风味，还有间接的健康好处。当咖啡不再那么苦涩而变得顺口后，你可能就不需要往杯子里倒大量的糖浆
或奶精来遮掩苦味了。少了糖和人工奶精的热量与负担，黑咖啡就能保持低卡又纯粹的优点，成为真正健康的提神饮品。很多减肥中的人本来喜欢喝拿铁或3合1，即便黑咖啡热量极低，却受不了它的苦味，只好加很多糖。但如果学会了加一点盐，反而能戒掉对糖的依赖，养成喝纯咖啡的习惯，对控制热量摄取大有助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位朋友以前非常怕黑咖啡的苦，每次喝都得加上2-3包糖才勉强吞下，长期下来体重飙升，血糖也一路走高。后来他听取我的建议，尝试在咖啡里加一小撮盐取代砂糖，起初半信半疑，没想到一试之下发现咖啡变得顺口很多，不加糖也能喝下去了。结果他顺利戒掉了额外加糖的习惯，短短几个月体重就减了好几公斤，人也觉得精神清爽了不少。由此可见，小小一撮盐的威力不可小觑。事实上，咖啡加盐的魔法不只是民间巧招，近年来也出现在各地的创意咖啡中。台湾有知名连锁咖啡馆推出了海盐咖啡，在冰咖啡上覆盖一层带咸味的奶霜，形成咸甜交织的风味，风靡消费者的味蕾。越南顺化地区也有特色的盐咖啡做法，在浓郁咖啡中调入些许食盐与炼乳，喝起来醇厚香浓，且带特殊咸香，成为当地一绝。可见加盐这招不仅有科学道理支持，实际应用也相当广泛，许多人早已在享受它带来的味觉惊喜。当然，任何东西都是适量为妙，一杯咖啡中只需那么一小撮盐就够了，千万别一不小心倒太多，变成喝咸汤。如果你本身饮食中钠摄取已经偏高，也不必每杯咖啡都加盐。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咖啡里的钠咪咪盐所含的钠极少，不会带来明显的血压负担，尽可安心使用。但高血压患者或必须低钠饮食的人，可以斟酌减少使用，或干脆选择其他搭配。总之，盐这个黄金拍档要发挥其效，只需微乎其微的用量就好，点到为止即可。接下来介绍第二种黑咖啡的黄金拍档，姜黄粉。姜黄是一种鲜艳的橘黄色香料，你可能在咖喱或姜黄饭里见过它。把这种会把手指染黄的粉末加进咖啡，听起来相当跨界。咖啡不就是咖啡，怎么还混进做菜的香料？别急，黑咖啡加姜黄其实是近年在养生达人中悄然兴起的潮流，有个时髦的名称叫姜黄咖啡，就像欧美流行的姜黄拿铁，又称黄金奶茶一样，将姜黄融入日常饮品中，借此获取姜黄丰富的健康效益。其实，在欧美地区，姜黄咖啡和姜黄拿铁颇受追捧，许多咖啡馆的菜单上都出现了鲜黄色的创意饮品，号称能美容抗炎。一些名人和部落客也纷纷分享自己的姜黄咖啡食谱，把它当作晨间活力来源。可见姜黄入咖啡已不再只是个怪点子，而是逐渐被主流健康圈接受的趋势。姜黄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它含有强大的抗炎成分姜黄素，这种物质具有强力的抗氧化、抗发炎作用，对人体有多种潜在益处。几千年来，姜黄在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中被当作草药，用于消炎止痛、改善消化。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姜黄素能降低体内慢性发炎反应，在关节炎、肠胃不适，甚至心血管问题上都有帮助。例如，研究发现，姜黄素对于关节炎引起的关节肿痛有缓解作用。有些实验中，姜黄提取物的止痛消炎效果甚至可媲美布洛芬等药物。当香浓的黑咖啡遇上温暖的姜黄色彩，两者结合，仿佛让你的咖啡杯披上了一层抗氧化的黄金护甲。要了解姜黄咖啡的具体好处，不妨从几个方面看。首先是抗发炎效果，咖啡本身富含抗氧化物，有助提高专注力和代谢，而姜黄素更是公认的天然抗发炎利器。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容易导致体内出现慢性发炎情形，表现在关节酸痛、肠胃不适，甚至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姜黄素在这方面能发挥作用，它可以抑制体内引发发炎反应的途径。有研究指出，姜黄素对肠燥症、关节炎、
动脉硬化甚至忧郁症等与炎症相关的问题都有所注意。想象你昨晚运动后肌肉酸痛，早上来杯加了姜黄的黑咖啡，咖啡因帮你提神的同时，姜黄可能缓解你的肌肉炎症与酸痛，让你整个人轻快许多。这是不是一举两得？说一个真实案例，我的长辈原本常喊膝盖酸痛，每天早上固定喝咖啡。我建议他试着在咖啡里加姜黄粉。起初他嫌咖啡变成怪颜色，不大愿意，但在我的游说下勉强尝试。1周后，他逐渐习惯了那特殊风味。大约持续1-2个月后，他告诉我膝盖疼痛发作的次数好像真的变少了，人也觉得有力气些。虽然无法证实全部功劳都归于姜黄咖啡，但他决定继续保持这个习惯，毕竟每天喝杯咖啡而已，如果能顺便保养关节，何乐而不为呢？其次，姜黄咖啡可能对心脏健康有加成效果。黑咖啡适量饮用对心血管其实有益无害。有研究显示，每天1-2杯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较低。而姜黄素在临床研究中被发现可以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因为它有助防止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形成斑块。美国心脏协会的一些研究指出，饮食中姜黄摄取多的人罹患心脏病的风险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姜黄素有助于防止动脉硬化，也可能与姜黄提升体内锌含量有关。缺锌被认为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虽然一杯咖啡里加1小匙姜黄粉，姜黄素剂量远低于实验用的高浓度，但长期1点1滴的摄取也许有助于维持血管弹性，保护心脏健康。把它当作日常小习惯，潜移默化的为心血管添一份助力，未尝不可。喝姜黄咖啡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促进消化。很多人认为空腹喝黑咖啡对胃刺激大，其实主要是咖啡因促进肠胃蠕动，有利也有弊。而姜黄在传统医学里可是著名的健胃食材，用于舒缓消化不良、胃胀气等问题。姜黄素被证实可以调节肠道菌丛，它能增加肠道中有益菌，抑制有害菌，从而改善肠道健康和消化功能。凭借抗炎特性，姜黄还可能有助于缓解肠躁症 IBS 的症状，减轻腹痛，提升生活品质。如果你偶尔有消化不良、胀气，不妨在早晨的咖啡里加点姜黄。咖啡因可以帮肠子发动，姜黄素则在后台支援肠道健康。两者结合，或许能让你的肠胃一整天都舒畅顺利。一些注重养生的人把姜黄咖啡当成清晨排毒饮，据说有助维持规律排便。虽然每个人体会不同，但在理论上，这组合对胃肠是相对友善的，不用担心像某些强烈黑咖啡喝完会胃灼热。另外，姜黄咖啡可能对情绪和大脑也有正面影响。大家都知道，咖啡因能让人精神振奋，提升注意力。长期喝咖啡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等退化性疾病的风险统计上比较低。这被认为与咖啡中的抗氧化剂和咖啡因刺激神经系统有关。而姜黄素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提升大脑中 BDNF 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水平的能力。BDNF 和记忆、学习息息相关，低水平时与记忆障碍和脑部疾病相连。姜黄素若能增加 BDNF， 对维持大脑年轻、预防失智将很有意义。另外，姜黄有一定的抗忧郁效果，有研究让轻度忧郁症患者服用姜黄素补充，发现姜黄素凭借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减轻了患者的抑郁指数。虽然这些研究仍在进行且样本不大，但至少提示了姜黄对情绪的潜在注意。所以当你压力大、情绪低落时，一杯姜黄咖啡或许能给你一丝镇定与振作。咖啡本就能带来愉悦感，再加上姜黄的推波助澜，说不定能让心情更稳定平和。值得一提的是，姜黄添加进咖啡的味道如何？很多人担心姜黄味重会破坏咖啡风味。其实姜黄带有泥土气息的辛香和微苦，但用量小时并不会压过咖啡本身。一些人形容姜黄咖啡喝起来多了一股温暖的香气，带着微微辛辣的尾韵，和咖啡的苦香融合后，感觉颇为奇特却能接受。如果单独只加姜黄让你觉得味道单调，你还可以试试混搭其他香料。姜黄肠和肉桂、生姜、黑胡椒等同用，搭配起来有点接近印度奶茶的风味。
特别建议加一小撮黑胡椒粉，因为黑胡椒中的胡椒碱可以显著提高姜黄素在体内的吸收。姜黄素本身不易被水溶液吸收，但若有胡椒和油脂作伴就不同了。所以更进阶的喝法是在姜黄咖啡里同时加入我们后面要介绍的椰子油，或者加一点牛奶、椰奶一起冲调。这样不仅风味更圆润，姜黄的营养也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初次尝试的朋友建议从少量姜黄开始，例如一杯咖啡加1/4小匙姜黄粉就好，先试试风味能否接受，再逐渐调整。毕竟姜黄味道较特殊，用太多会苦涩，而且粉末容易沉淀杯底，用得巧妙。姜黄将成为咖啡中低调却强大的健康拍档，但用过头，恐怕嘴里会觉得像在喝药汤，所以记得拿捏好分量哦。补充一点，姜黄除了前述作用外，在代谢健康上也有惊人表现。现代研究发现，长期摄取姜黄有助降低空腹血糖和胆固醇，对于代谢症候群患者而言是很好的辅助食材。也就是说，姜黄咖啡不仅能抗炎暖身，还可能帮助稳定血糖与血脂。假如你在意体重和血糖，那么姜黄咖啡或许也是你的盟友。喝了姜黄咖啡后，由于姜黄本身能抑制食欲，增加饱足感，你可能比较不会想吃甜甜圈或饼干当搭配，间接帮助控制热量摄取。可见一杯小小的姜黄咖啡，从关节、肠胃到心情和代谢，都可能给你全方位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姜黄粉的主要活性成分姜黄素在咖啡中的吸收率其实不高，大多数研究用的是高浓度的姜黄素补充剂，剂量远大于姜黄咖啡里的1小时姜黄，而且咖啡属酸性，可能进一步降低姜黄素的稳定性，使其更难被身体吸收。因此不要期待喝杯姜黄咖啡就摄取到大量姜黄素，但聊胜于无，哪怕只能吸收一点点，也比没有好。此外，姜黄可能和某些药物互相作用，例如抗凝血药物华法林等，可能增加出血风险。如果你正在服用药物或有特殊疾病，长期大量使用姜黄前，最好先咨询医师。一般烹调用的少量姜黄则相对安全。总之，健康小秘方再好，也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应用。第三种黑咖啡的黄金拍档是椰子油，这位可不得了，正是前面说神操作的主角——咖啡加油。光是听到这概念，有些人眉头都皱起来了。毕竟我们平常都追求无油无脂的健康饮食，黑咖啡零热量正是它的优点，怎么现在反而往里倒油呢？然而，这个搭配在全球健身和科技圈可是轰动一时，被奉为提高精力、促进减脂的神奇配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防弹咖啡。所谓防弹咖啡，最初是由一位美国硅谷的创业家大卫所推广。他受西藏酥油茶的启发，在咖啡中加入奶油和椰子油，调制出这种特殊饮料。他声称喝了之后精力充沛，头脑清晰，整个上午都不饿。结果这个概念如同野火般蔓延，许多人纷纷尝试用椰子油咖啡取代传统早餐，以达到减肥和增强专注力的双重目的。话说，这位创始人当年在高海拔的西藏旅游时，身体被寒冷与缺氧折磨得虚脱不堪。一位当地藏民递给他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在酥油茶里会加入酥油和盐。大卫喝下后立刻感到浑身暖和，重新恢复了力气。这神奇的体验令他回国后一直念念不忘。能不能用西方人爱喝的咖啡，搭配类似酥油的油脂，制作出同样令人满血复活的饮料呢？首先，要了解椰子油为何如此神奇，得看看它的成分。椰子油中约有一半是月桂酸，这是一种中链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所谓的中链脂肪酸。另外还含有葵酸、辛酸等中链脂肪。这类脂肪在人体内代谢很快，可以很快被肝脏转化为酮体，工作燃料。同时，月桂酸还具有抑菌性，能帮助消灭部分肠道有害菌，并支持免疫系统。由于这些特性，椰子油被不少营养学者视为相对健康的饱和脂肪，甚至有研究发现它能提高体内的好胆固醇。另外，咖啡因与椰子油中的脂肪结合，会减缓咖啡因的吸收速度，使得咖啡因不会在短时间内猛然涌入血液，刺激肾上腺。
而是比较平稳的发挥提神作用。这意味着喝了椰子油咖啡后，提神效果更持久，而副作用如紧张、心悸、恶心等也更少见。很多人反映，防弹咖啡带来的是长达数小时的稳定能量，而不像空腹喝黑咖啡那样，短暂亢奋后又突然血糖下降，精力下坠。所以椰子油有点像咖啡的减震器和缓释胶囊，让整个提神过程更平顺。对有胃溃疡或胃酸逆流困扰的人来说，在咖啡里加点油脂，还能减少咖啡对胃壁的刺激，好像先在胃上铺了一层保护膜似的。如果你过去常因空腹喝咖啡，胃不舒服，不妨尝试椰子油咖啡，或许能改善那种灼热感。椰子油咖啡最广为人知的功效就是控制食欲，帮助减重。一般我们喝黑咖啡，虽然可以提神且没有热量，但不少人喝完没多久就会觉得饿，甚至可能因空腹喝咖啡感到胃部不适。而在咖啡里加入椰子油，有些人还加一小块无盐奶油，这杯咖啡的饱足感会显著提升，脂肪热量高，但也最能带来满腹的感觉。许多人早上没时间吃早餐，或实行间歇性断食 ，IF 的人只喝黑咖啡，容易饿得发慌，但改成一杯加了椰子油的咖啡，就能撑到中午甚至下午而不觉疲倦。因为椰子油提供了100-200大卡的能量，加上咖啡因抑制食欲的效果，两者结合可以大幅降低你对高热量早餐或零食的渴望。更有趣的是，有研究显示中链脂肪酸能稍微提升身体的新陈代谢率，简单说就是你吃进去的这些热量更快被消耗掉，不容易囤积成赘肉。同时，摄取中链脂肪酸还可能促使身体燃烧自身储存的脂肪来供能，进入所谓的生酮状态。当然，这不是魔法，不可能靠每天一杯油咖啡就轻松暴瘦，但不少人将它作为低碳水化合物或生酮饮食的一部分，反应的确对体脂控制有帮助。有个国外知名部落客就是靠分享自己的椰子油咖啡减肥日记而爆红的。他每天早上空腹只喝一杯放入椰子油和奶油的浓咖啡，完全不吃早餐，结果半年内成功甩掉了10几公斤体重。同时他表示工作时精神特别集中，头脑格外清醒，再也不会下午犯困。这位部落客的经验吸引无数网友跟风尝试，甚至形成了一个线上社群，大家分享各自的成果。虽然每个人体验不尽相同，但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椰子油咖啡确实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当然，我们必须理性看待，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饮食习惯不同，效果也会有差异。不过，尝试一下，说不定你就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早餐模式呢。不过，我们也要强调，椰子油咖啡并非减肥魔药。如果你喝了这杯液体早餐之后，1个小时内又忍不住吃下一堆点心，那摄入的总热量依然会超标，减重效果自然落空。换句话说，椰子油咖啡的优势在于取代高热量早餐并稳定食欲，而不应该被视为在大餐前饮用就能抵消热量的解药。如果有人只是额外在咖啡里加油，却没有减少其他食物摄取，那反而可能越喝越胖，这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因此，这个方法必须配合调整整体饮食结构，才能真正受益。正确运用这位黄金拍档，你就能享受到它的好处。用错了方式或时机，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再来，咖啡加椰子油还能减少咖啡的副作用。有些人喝黑咖啡容易感到胃酸过多、胃灼热，或者血糖波动导致心悸手抖。加入椰子油后，咖啡整体变得温和顺滑许多。脂肪在胃中消化较慢，减缓了咖啡因的吸收，因此咖啡因不会迅速大量涌入血液刺激神经，而是逐步发挥作用。如此一来，咖啡因的提神效果更持久，而突然紧张、心悸、手发抖等现象也不那么常见。很多人喝防弹咖啡反应，感受到的是长达数小时的平稳能量，而不像以往空腹喝黑咖啡那样，精神高峰后很快血糖下滑，疲倦乏力。所以说，椰子油有点像咖啡的缓冲垫，让整个提神过程更平缓顺畅。对于胃肠敏感的人来说，在咖啡里加些油脂，还能减轻咖啡对胃的刺激，好像先帮胃披上一层保护衣。假如你过去常因空腹喝咖啡感到胃胀不适，不妨试试椰子油咖啡，也许会有改善。
椰子油咖啡的魅力传开后，许多科技圈人士也加入了拥趸行列。硅谷不少工程师、创业家都热捧这个配方，认为它让他们在高压工作下依然精力充沛，思路清晰。据说某些科技公司的执行长每天早晨都以一杯加了椰子油和奶油的浓咖啡开启一天，并在中午以前不进食固体，靠着这杯液体早餐一路高效运转。他们把这当作一种生物骇客的手段，利用营养代谢知识来骇入身体机能，使自己达到最佳状态。看来椰子油加咖啡并不只是普通的饮食搭配，还带着一点未来科技感呢。值得注意的是，椰子油虽好，也要适量。椰子油毕竟是富含饱和脂肪的油脂，如果你本身血胆固醇偏高，或有心血管方面的顾虑，经常大量摄取椰子油可能就不太合适。目前营养学界对椰子油的评价颇有争议，有研究认为其中的中链脂肪不会像其他饱和脂肪那样显著提高坏胆固醇，但也有专家建议人应适量。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天一杯加一匙椰子油的咖啡问题不大，但也不必贪多。如果你想更健康，可以尝试用部分橄榄油来替代椰子油。近年也有人流行喝橄榄油咖啡，在咖啡中加入一支初榨橄榄油，口感更柔和，且橄榄油富含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不过橄榄油缺乏椰子油中 MCT 产生酮体的特性，提神和减重效果可能不及椰子油明显。总而言之，了解每种黄金拍档的特性后，灵活应用并视自身情况调整才是上策。再好的偏方都不是万灵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棒的。椰子油咖啡如此流行至今，也积累了许多狂热爱好者的口碑。有位国外的博客主分享自己的防弹咖啡瘦身记，引发了广大关注。他每天早晨空腹喝一杯浓浓的椰油咖啡，不吃传统早餐，结果半年内减重20公斤。更惊人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头脑清醒，一整天都精力旺盛，不疲惫。这让他在网络上聚集了大批追随者，大家组成社群交流心得。当然，每个人体验未必完全相同，但这些故事显示椰子油咖啡真的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话说到这里，你可能想问，加一坨油到咖啡里，味道口感不会很奇怪吗？其实，正确制作椰子油咖啡的关键是搅拌乳化。若只是把椰子油直接倒进热咖啡，它会浮在表面像一层油花，喝起来嘴唇先碰到油的油腻感，确实不太舒服。正确的做法是用搅拌器或奶泡机把油和咖啡充分混合。最简单的是将热咖啡和一大勺椰子油一起倒入果汁机或搅拌杯中，快速搅打20-30秒。你会看到咖啡颜色变浅，表面出现一层绵密的泡沫，看起来很像拿铁一样诱人。喝一口更是浓郁丝滑，带着淡淡的椰香，让人几乎以为里面加了牛奶。很多初次尝试的人都惊呼，原来不加奶也能喝到这么顺口的拿铁。如果没有搅拌工具，用密封瓶子或保温杯使劲摇晃，也可勉强混合，只是效果稍差。目前市面上也有专门的 MCT 油贩售，从椰子油中提炼的中链脂肪酸油比椰子油更无味，更容易打匀。但椰子油已经足够便宜易得，还多了一份自然的椰子香气。第4种要介绍的黑咖啡黄金拍档是肉桂。相比前面几位，肉桂听上去就亲切多了，因为不少咖啡馆和连锁店早就提供肉桂粉供客人自行添加。在西方世界，肉桂咖啡甚至称得上是一种传统。无论是圣诞节期间在炉火边啜饮的肉桂调味咖啡，还是墨西哥传统煮咖啡时加肉桂棒的做法，这两样天然产物的组合历史相当悠久。那为何肉桂堪称黑咖啡的黄金拍档呢？原因有2，一是风味，2是健康效益。先说风味，肉桂有一种温暖馥郁、略带甜意的特殊香气，一点点肉桂粉就能让苦涩的黑咖啡平添柔和甜香的气息，甚至带来类似烘焙点心的错觉。对想减糖的人来说，肉桂是天然的代糖，当然它本身不含糖，但它浓郁的香气会欺骗大脑，产生甜味的联想。所以很多人发现撒了肉桂粉的黑咖啡即使不加糖也比较容易入口，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无糖拿铁或生酮甜点中如此受欢迎。带着肉桂香气的咖啡
仿佛有了甜蜜的灵魂，但实际上却几乎不增加热量。然而，肉桂的价值远不止于提升风味，更令人称道的是它在健康方面为咖啡加的分。稳定血糖是肉桂的拿手好戏。大量研究发现，肉桂可以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简单说，就是让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血糖，不容易在餐后出现血糖飙升的大起大落。对于常喝咖啡又喜欢搭配甜食的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比如你习惯早餐来一份甜面包配黑咖啡，面包的碳水会使血糖上升，黑咖啡的咖啡因又可能让你感到紧张颤抖。如果在咖啡里加点肉桂，情况会好得多。肉桂能减缓胃排空速度和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速度，使血糖上升比较平稳，不至于大起大落。因此，有人笑称肉桂是糖的天敌，甚至有临床试验让糖尿病前期或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服用肉桂补充剂，结果显示他们的空腹血糖和血脂指标都有所改善。虽然在咖啡里加一小撮肉桂粉摄取的量不大，但长期累积也是一种正向的帮助。对怕胖或血糖偏高的人来说，喝咖啡时撒点肉桂是简单易行的养生小技巧。心血管保健方面，肉桂也是咖啡的好帮手。肉桂和咖啡一样，富含多酚抗氧化物质，一起摄取有协同作用。一位日本医生在他的著作中就推荐了一款肉桂咖啡，认为这组合有益血管健康。他指出，咖啡与肉桂都含有丰富的多酚，两者结合能产生更强大的抗氧化和血管舒张效果。此外，肉桂中的多酚和香豆素成分不仅增添咖啡风味，还有助稳定血糖，延缓餐后血糖快速上升。肉桂本身也有助降低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还能轻微降低血压。若你在健康检查时发现胆固醇偏高，不妨经常在咖啡里加点肉桂调味。当然不能指望一杯咖啡解决所有问题，但作为日常小改变，聚沙成塔也很有意义。而肉桂丰富的抗氧化剂还能对抗体内的发炎与老化，这和咖啡的抗氧化物可谓双管齐下，共同守护你的健康。现代科学发现，肉桂之所以香气独特，主要来自其中的桂皮醛成分。桂皮醛不仅赋予肉桂浓郁的香味，还有很强的抑菌、防腐与抗发炎活性，是肉桂具有药效的关键之一。此外，肉桂中还含有丰富的多酚类抗氧化物，例如肉桂酸等，能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这些化合物共同赋予肉桂强大的健康威力。更妙的是，中医药典中早就记载了肉桂的温补功效。古人认为肉桂包括肉桂树枝干，称桂枝，可以补火助阳，散寒止痛。换句话说，肉桂能驱走体内的寒气，振奋阳气。冬天容易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的人，适当服用肉桂有助改善。那么喝咖啡时加一点肉桂粉，不就是一举两得吗？既暖了身，又享受了咖啡提神，身心兼顾，可谓绝妙的搭配呢。说到我身边的例子，我认识一位长辈，本身属于轻度糖尿病患者，但每天又离不了咖啡和甜点。他在营养师建议下，开始在咖啡里加一小勺肉桂粉，同时减少了砂糖用量。几个月后回诊，他餐后血糖的控制明显改善，连医生都称赞他的生活习惯调整得不错。这位长辈现在干脆戒掉奶精和额外加糖，养成了每天喝肉桂咖啡的习惯。他还笑称，现在喝惯了肉桂咖啡，回头再喝以前那种甜腻腻的咖啡，反而受不了。可见我们的口味也是可以慢慢训练改善的呢。在咖啡里使用肉桂的方法非常多样，肉桂粉最方便，直接在冲好的黑咖啡里撒上约1/4茶匙的肉桂粉，搅匀即可。如果你用手冲滤杯或法式压壶，也可以在咖啡粉上提前撒些肉桂粉，再冲热水，香味会更加融合。但粉末多了，有时会浮在表面，形成一层肉桂膜，影响口感，所以量不要太大。另一种方式是使用肉桂棒、桂皮棒，也就是完整的肉桂树皮，取大约1/10根肉桂棒，折一小段，丢进刚煮好的咖啡里，浸泡几分钟，或用汤匙压一压，释放肉桂香，再将肉桂渣取出即可。甚至你可以和咖啡粉一起把肉桂棒放进摩卡壶或小锅里煮，肉桂香气会充分融入咖啡液中。
用肉桂棒的好处是味道比较温和，不会有粉末残留，但释放出来的桂皮全已足够调味。还有创意人士会把肉桂和其他香料一同加入咖啡，例如加陈皮熬煮成沉香肉桂咖啡，或者加入一点可可粉变成墨西哥风味的肉桂巧克力咖啡，都非常诱人。喝的时候如果再配上一小块黑巧克力或肉桂卷当甜点，风味更是绝配不过，这样热量就上去了。别忘了我们加肉桂的初衷之一可是为了减糖呢。总之，肉桂这个拍档既平易近人又暗藏玄机，它能让你的黑咖啡摇身变成香甜又健康的秋日饮品，同时默默地帮你稳住血糖，保养身体，可谓一举多得。不过，在尽情享受肉桂咖啡之前，还有一点小知识要分享。常见的肉桂其实分为不同品种，其中最普遍使用的是桂皮，也称卡西亚肉桂，其中含有较高的香豆素，这种物质大量摄取可能对肝脏有负担。但放心，我们每天咖啡里撒的那一小撮肉桂远远达不到危险剂量，除非你疯狂把肉桂粉当饭吃，否则不必忧虑。如果真的很讲究，市面上也有被称为西兰肉桂、真肉桂的品种，其香豆素含量低很多，适合长期大量食用的人选购。对一般咖啡爱好者而言，偶尔加一撮普通肉桂粉就足够安全有效了。了解这些差别后，我们就能更安心地品味肉桂为咖啡带来的甜美与健康。最后压轴登场的第5位黑咖啡黄金拍档，姜。没错，就是厨房里常见的生姜。提到姜，你可能想到姜茶、姜母鸭或冬天暖胃的姜汤，但姜和咖啡居然也能成对搭配。别怀疑，这对组合其实在跨文化的咖啡传统中早有踪迹。可以说，姜咖啡并不是现代人才发明的新奇玩意，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姜与咖啡结合的饮法已流传许久。比如在印尼和马来西亚，有一种叫 Kopi Cha， 直译就是姜咖啡的饮品相当受欢迎。当地人习惯在浓黑咖啡中加入生姜和棕榈糖，一起煮成又香又辣的咖啡饮料。姜的辛辣温暖融入咖啡香浓的苦韵，喝起来别有风味，且据说非常驱寒提神，有点类似我们喝姜母茶取暖，只不过这里改成咖啡提神。再看看咖啡的发源地，中东也有类似的传统。例如在也门，有种叫 Qsar 的饮料，是用咖啡豆外壳加姜和肉桂等香料同煮，喝起来像咖啡和茶的混合，带有浓郁的姜辣香。可见从阿拉伯半岛到东南亚，姜与咖啡的结合由来已久。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古老智慧运用到日常，只需一点生姜就能让你的黑咖啡散发东方暖香，同时确实能带来一些健康注意。姜加入黑咖啡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保护肠胃，生姜自古就是治疗肠胃问题的良药，无论是晕车想吐还是消化不良、胃寒胃痛，老一辈常让人喝姜汤来缓解。咖啡虽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但对某些人胃部刺激较大，特别空腹喝容易引起泛酸，而一旦加入生姜，情况就不同了。姜中的姜辣素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加强胃蠕动，并且姜的抗发炎特性能舒缓胃部不适。有研究指出，姜对降低恶心感特别有效，比如晕车时或孕吐时含姜糖，喝姜茶都有帮助。如果你喝黑咖啡常感到反胃、恶心，不妨试试在咖啡里加1-2片姜，姜辣的味道能压过那股反酸感，让胃里暖暖的，很舒服。甚至有不少人发现，姜咖啡对胃食道逆流、火烧心的症状也有缓解作用。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咖啡因为酸性常被认为会诱发胃酸逆流，但专家指出，真正惹祸的大多是辛辣、油腻、高脂食物或暴饮暴食等坏习惯，咖啡本身未必是主因。姜虽然带辛辣，但属碱性且助消化，它能加速胃排空，减少胃里滞留，还能增加食道括约肌的张力来防止胃酸逆流。因此，椰子油咖啡加姜在适量饮用下，反而可能减轻咖啡引起的胃部不适。即使不空腹，餐后来杯姜咖啡也有助消化食物，减轻胀气。除了护胃，姜咖啡还能强身暖体。姜是发汗解表的高手，冬天喝姜汤能发热驱寒，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热腾腾的黑咖啡里加点姜，其温暖效果更上一层楼。身体一暖，外周血液循环加快，
手脚冰冷的人会觉得舒服许多。对抗寒冷的清晨，喝一杯姜咖啡既能唤醒大脑，又能温暖身子，真是一举两得。特别在寒流来袭的日子，把咖啡煮好后，丢进几片老姜，咖啡倒出时散发着阵阵姜香，啜饮一口，只觉得从喉咙一直暖到胃，再从胃暖到四肢百骸，浑身充满能量。难怪在许多寒冷地区的咖啡文化里，姜都是咖啡的固定班底之一。喝了这样一杯姜咖啡出门，仿佛胃里藏了个小火炉，就算寒风阵阵，也不容易觉得手脚冰凉。再者，姜和咖啡各自都有抗发炎、抗氧化的本领，合在一起对健康更是如虎添翼。姜含有多种活性的辛辣成分，例如姜醇和姜酮等。姜醇赋予新鲜生姜辛辣带甜的风味，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也是姜能够止吐定位的主要工程。干姜在储藏过程中，部分姜醇会转变成姜酮，姜酮的辣味更强，但同样具有温中散寒的效用。所以不论是新鲜姜片还是干姜粉，其实都能发挥类似的健康效果。了解了这些化学成分，你是不是更佩服老祖宗们早早就发现姜的妙用了呢？此外，姜被证实对偏头痛也有缓解作用。有研究对比了姜粉与偏头痛处方药，结果发现姜粉的止痛效果几乎和药物旗鼓相当，而副作用更小。有趣的是，咖啡因本身也能帮助减轻头痛，许多止痛药里甚至添加咖啡因来增强药效。所以，当你头痛欲裂时，一杯热乎乎的姜咖啡也许能成为天然的止痛饮。咖啡因收缩颅内血管，减轻血管搏动引起的痛感，姜则抑制炎症并缓解恶心。偶尔轻微的偏头痛发作时，不妨给自己冲一杯姜咖啡试试，说不定能有所舒缓。当然，若头痛剧烈，还是要按照医嘱用药并充分休息。但平时多摄取姜和咖啡里的有益成分，长期来看，或许有降低慢性炎症和疼痛发生的趋势。坊间甚至有说法称，喝姜咖啡可以缓解宿醉的不适，毕竟宿醉时常常头痛恶心。而咖啡因可帮助缓解头痛，姜则能镇吐定位。虽然这不是正统医疗方法，但不少人深信不疑，将其作为派对狂欢后的自救妙招。还有人说，孕期早上吐得厉害时，啜2口姜咖啡也有舒缓效果。当然，这种做法一定要先征询医生的同意。不过，至少显示了姜咖啡在民间传说中的特殊地位。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以前空腹喝黑咖啡，总觉得胃里不太舒服，有时甚至胃酸逆流到喉咙火烧心。自从学着在咖啡里加2片姜后，这种情况明显减少了。现在冬天早晨，我一定会泡一杯姜咖啡，全身暖乎乎，胃也很舒服，同时精神也振作起来，再也不怕寒冷，早上脑袋昏沉。身边也有朋友常年手脚冰冷，我教他们喝姜咖啡后，他们说比单纯喝姜茶更提神，比单纯喝咖啡更暖身，真是相辅相成。因此，姜咖啡现在成了我们朋友圈冬天的指定饮料。每天一早，大家都互相提醒，今天姜咖啡来一杯了没？当作彼此的暖心问候呢。最后，5种黑咖啡的黄金拍档，我们已经逐一盘点完毕。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海盐能用一抹盐花驱散苦涩，释放咖啡的甜香；姜黄为咖啡披上抗炎护甲，增添药香；椰子油倾注顺滑能量，打造超长续航的大脑燃料；肉桂带来甜美香气并稳定血糖，让咖啡更养生；姜注入辛辣暖流，呵护肠胃并驱散寒气。这5味各有绝技，从不同角度丰富了黑咖啡的内涵。如果把咖啡当作一场冒险游戏，这5种配料就好比5件威力强大的装备，能给你的角色带来各种增益效果。有了海盐，咖啡的风味属性加10，苦味负10；有了姜黄，咖啡获得抗炎护体技能，健康值大幅提升；加入椰子油，咖啡附加饱腹和续航增益，精力值大幅增加且持续时间延长。再加上肉桂，咖啡携带稳定血糖的光环，代谢效率提高。最后放入姜咖啡习得暖身护卫技能，抵御寒冷和胃部伤害的能力明显增强，仿佛你的早晨咖啡同时拥有了这些 buff 加持。一杯平凡的黑咖啡瞬间升级为多功能的魔法药水，
让你在现实生活的挑战中满血出征。虽然不建议真的把所有材料一次混在一起，但这样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对于爱好游戏或喜欢脑补画面的人而言，这样喝咖啡是不是更增添乐趣了呢？除了上述5大黄金拍档，其实咖啡还可以和很多食材搭配出新花样。比如，有人喜欢在黑咖啡里挤几滴柠檬汁，制成所谓的咖啡柠檬。据称，柠檬的维生素 C 和咖啡因结合，能增强抗氧化，还有助于减重。这种黑咖啡加柠檬的喝法，前阵子在网络上很火。又有人爱在咖啡里丢一小块黑巧克力，或者加入纯可可粉，变成微甜的摩卡风味。同时，可可富含多酚，对心情和心脏也有好处。甚至还有人玩出芝士咖啡的花样，在热咖啡里加一片起司，让咖啡带点起司的咸香与奶味，据说能润滑肠道，改善排便。这些创意搭配各有拥护者，不过相较之下，我们今天介绍的5种更具代表性且实用性高。在风味上，它们和黑咖啡本身相性极佳，能带来明显的口感提升。更重要的是，它们各自的健康益处都经得起推敲，有理论基础和广泛经验支撑。因此，强烈建议大家优先尝试以上这几款搭配。如果未来你已经玩转了这5种，又想更上一层楼，再去探索其他花样也不迟。最后，也想提醒各位朋友，虽然我们称这些为黄金拍档，但并不代表你以后每杯咖啡都一定要加东西。黑咖啡本身的醇香与纯粹，也是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好。如果你热爱原味咖啡，那也很好，保持纯粹，照样能享受其中的风味与益处。但如果你偶尔想变换口味，或者希望咖啡能提供更多健康注意，今天介绍的5种天然辅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它们价格便宜，取得容易，又各自蕴藏着强大的功效，绝对值得一试。当然，每人体质不同，某些情况下也要注意。例如，需要控制血压的人，加盐仍要节制。咖啡里那一小撮通常无碍，但也别过量。怀孕或服药中的人士使用姜黄和姜要适度避免过量。椰子油热量颇高且富含饱和脂肪，有高血脂困扰的人别加太多。肉桂每天摄取几克以内很安全，但也无需狂撒过量。有了这些小知识，我们就能更安心地享受创意咖啡。咖啡常被誉为黑色的黄金，为我们带来每日的活力与愉悦。而今天介绍的这5种黄金拍档，正是能让这黑金绽放更多光彩的好伙伴。事实上，从中东传统的香料咖啡、东南亚的姜味咖啡，到欧美盛行的防弹咖啡，这些黄金搭档早就在不同文化的咖啡世界里发挥神奇力量。我们今天做的，不过是将这些零散的智慧结晶汇聚一堂，分享给每一位爱咖啡的你。透过几个简单的改变，你或许就能发现，一杯平凡的黑咖啡里竟蕴藏着无限可能。不论你是想追求更丰富的口感，还是希望增强保健效果，都可以从中找到灵感。明天早上不妨就挑一种拍档来和你的咖啡约会吧。只需动动手指，加一丁点料，你或许就会为之惊艳，从此爱上这些新奇的组合。人生苦短，咖啡却香长。我们善用这些黄金拍档，就能把每一天的咖啡时光变成兼具健康与乐趣的享受仪式。干杯！愿你的每一杯咖啡都充满香气与惊喜。